感觉到有人隔着被子摸上来时，我的大脑短暂停机了几秒。我原以为是贺云川来了，今天是我和他订婚的日子，即便他趁夜进我房间，我大概率也不会拒绝。我设想了无数种可能，唯独没想到趴在上方的会是一个女人，而这个人正是贺云川的女兄弟。我半眯着眼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并没有出声。昏暗的房间里，林微微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，还娇嗔着抱怨，你那蠢货未婚妻睡着了，这下你该好好哄我了吧。他的手探进了被子，言语里带着调笑。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，有些喘不上气来。林微微刚才骂的蠢货，好像指的就是我吧。见我没反应，他疑惑了几秒，又往上爬了些，压得我有些难以呼吸。林微微的嗓音柔得像一滩水。云川，刚才还发消息叫我过来，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是觉得太刺激了吗？我看不清林微微的脸，但听语气也能猜这个大概。不用开灯，我头顶的绿光仿佛都能将房间照个透亮。我可不信贺云川会大半夜叫他去房间探讨人生哲学。也是这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贺云川和这个所谓的女兄弟关系并不简单。空气凝滞了几秒，林微微想来扯我的被子，却被我死死拽住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林小姐，这么快就酒醒了？我啪的一下打开灯，和我对视的瞬间，林微微的魂像是被吓丢了般僵在了床上。她肩上的吊带也不知何时滑到了小臂。林微微脸色顿时变得煞白，怎么是你？我莞尔一笑，用力扯了扯被子，将自己盖好，然后拿起手机给睡在隔壁的贺云川打个电话过去。过来一趟吧，你的好兄弟好像爬错床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紧接着房外传来了贺云川跌跌撞撞跑来的声响。他闯进来时是光着脚的，眼里满是焦急。潇潇，你别误会，这件事我可以解释。我一把将坐在我身上的林微微推开，腿麻得厉害。他重心不稳，整个人直接朝地面砸去。贺云川来不及去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林微微栽倒在地。脑袋磕在地上后，林微微总算回过神来。他委屈地看向贺云川，眼眸含泪，云川，我脑袋好疼啊。贺云川抿了抿唇，转头看向我，不带丝毫犹豫。微微不过是上完洗手间后走错了房间，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？快向微微道歉。原来贺云川说的解释是这意思啊。我将内心翻涌的酸涩强压了下去，朝林微微扬了扬下巴，林小姐，麻烦你再重复一遍你刚才趴在我身上时说的话。贺云川愣了几秒，低头看向怀中的林微微，你跟潇潇说了什么？林微微没有回答，只一个劲的哭，任谁看到这架势都以为是我欺负了她。林小姐说，是你发消息叫她过来的。说罢，我故作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云川，你也真是的，不知道咱家很大，需要开导航定位吗？下次记得把房门贴上数字，告诉他具体的房间号。我摆了摆手，示意面前尴尬的两人滚出去。被我这么一说，林微微可能觉得没面子，哭得更放肆了些。她窝在贺云川的臂弯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云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未婚妻误会我了。贺云川将她护在身后，向我跨了一步。他沉着脸，声若寒冰，潇潇，我刚才是想找微微说点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露出一副了然的表情，点了点头。对，他刚才的行为难道是你们兄弟间打招呼的方式？我探身上前，对着贺云川的脖子吹了口气，忍不住啧啧了两声，还真是特别啊，我今天真是学到了。贺云川的脸色难看了几分，声音压得极低，潇潇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推开他，光着脚下了床，躲在贺云川身后的人眼泪早已止住，甚至还暗暗朝我抛了个挑衅的眼神。我被气笑了，既然你说不是，那就是林小姐蓄意勾引了。话音落地，我直接撞开碍事的贺云川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巴掌落在林微微脸上时，他挑衅的眼神都还没来得及收回去，嚣张和委屈同时出现在了他那张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脸上。林微微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般往下掉。啊，云川，我的脸好痛。我笑了，如此说的话，这一巴掌林小姐就该受着。贺云川对我仅有的几分愧疚顿时烟消云散，他一把将我扯开，担心的去查看林微微的脸。林微微白皙的脸颊瞬间出现了几道清晰可见的指痕。没错，是我打的。林微微倒是没马上发作，
他柔弱无骨地靠在贺云川的肩头，轻声解释，云川，这不怪江潇，都是我不好，走错了房间，以后我不来你们家借宿就是了。贺云川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来，他护住林薇薇，冷冽的眼神看向我，江潇，林薇薇是我们的客人，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待客之道的吗？真是没有家教，难怪你妈会死。他的话说到一半，又生生止住，咽了回去。我知道他未说出口的后半句是什么，难怪我妈会死那么早，像是终于意识到了不妥。贺云川眼皮抬了抬，试探性瞥了我一下，语气也软了下来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就不要和喝醉的客人斤斤计较了，好吗？我替微微向你道歉，这下总可以了吧？我的耳朵一阵轰鸣，根本听不清他说的话。我的妈妈去世了，癌症晚期，很痛苦。即便已经过去了半年，我还是没能从妈妈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。当初贺云川作为妈妈的主治医生，陪了我3年。他出现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向我伸出一只手，说会保护我。贺云川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的脆弱和敏感。他刚才脱口而出的那句话，无疑是在我心头上狠狠扎了一刀。我的情绪瞬间崩溃，忍不住朝他怒吼，滚，带着你的好兄弟从我家滚出去！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房子，他们既然住在这里，又有什么资格评判我已故的妈妈？我抄起床头上的香薰蜡烛，直直朝他们扔了过去。贺云川眼疾手快，搂着林薇薇躲开了。香薰蜡烛砸在墙面上，在一阵轰响声后摔成了无数个玻璃碎片。贺云川彻底没了脾气，朝我厉声呵斥，江潇，你到底想发什么疯？都说了是误会，你怎么就揪着不放了？他的手停在林薇薇的腰间，沉眼看向我，仿佛今晚这场闹剧是我有意为之。贺云川无视了我濒临崩溃的情绪，他将外套披在林薇薇身上，搂着她的肩膀出了门。走之前，贺云川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叹了口气说，林薇薇是我的朋友，你这样做不是驳我的面子吗？等我把林薇薇送回去，我们再好好聊聊，你自己先反思一下吧。我坐在卧室，能清晰的听到楼下车喇叭的声音，其中还夹杂着林薇薇的低声啜泣和贺云川不厌其烦的安慰。薇薇，江潇的妈妈前段日子刚没了，最近有些敏感，像个神经病，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这是我趴在窗边往下看时，听到贺云川的最后一句话，只一瞬，我便心如刀绞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不受控制的掉了下来。原来，在贺云川的眼里，痛失亲人的我是神经病。前些日子他安慰我的那些话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只觉得讽刺极了。车子从院子里开了出去，没有丝毫留恋。和贺云川在一起这3年，其实我们很少吵架。我一直以为我和他是灵魂伴侣，天生契合。可此刻我才忽然意识到，真相好像并非如此。我和贺云川没有争吵，也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林薇薇的参与。林薇薇就好像是我和贺云川感情里唯一的变数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我和贺云川3年的感情变得不堪一击。林薇薇是前几天回的国，刚回来就撞上了我和贺云川的订婚仪式。订婚宴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林薇薇，她喝得酩酊大醉，倒在贺云川的怀里，眼泪扑簌而下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，贺云川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怎么能订婚呢？贺云川只是揽着她的肩膀，没有吱声。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多想，只觉得他们是久别重逢的旧友，有太多思念需要诉说。可现在仔细复盘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为何当时贺云川的兄弟们会表情各异。原来，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，就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，而我却还自认为体贴周到，为痛哭的林薇薇递去了一张纸巾。我呆坐在床上，自嘲般笑了出来，丝毫没意识到，泪水早已爬满了我的脸颊。我没有听贺云川的话，在家乖乖等他。在贺云川离开的半小时后，我打了一通电话，电话那头的人被吵醒，语气里满是不悦，换门换锁不能等到明天吗？我沉默了几秒，不能，现在来，我多给1000加班费。电话那头的人立马挂断。10多分钟后，换锁师傅满头大汗的出现在了家门口。师傅拍了拍完好的门，姑娘，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要换锁？我靠在门框上，淡淡开口，有个男人有我家钥匙，我担心他会来骚扰我。师傅心领神会，动作麻利的换好了一个新锁，自豪开口，姑娘你就放心吧，这个锁一般人可打不开。他举着旧锁示意，这个旧的，
你还要吗？我笑了笑，顺手给了师傅2000块钱。旧的扔了吧，不想要了。我转身进屋，将贺云川的行李打包好，然后一股脑扔出了家门。我不是没有给过贺云川机会，深夜的市区，即便是开车从城东到城西一个来回，也用不了1个小时。可贺云川一去便是2个多小时。这段时间他和林薇薇在一起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不想去细想，也不敢去想。凌晨4点，我打车离开了家，敲响了闺蜜的家门。许可言熬夜的眼睛里闪过一抹疑惑，下一秒就恍然般一把将我拉了进去。男人而已，不好用踹了就行。许可言显然理解错了我离家出走的原因，可我现在很累，压根不想过多解释。我搂着许可言一觉睡到了下午3点，刚睁开眼，许可言就满是抱怨的将手机扔了过来。看看吧，贺云川这疯狗给你打了几10个电话了，手机都打没电了，我刚给你充上。我看了看手机上贺云川的几10个未接来电，本已经恢复平静的内心又再一次荡起了层层涟漪。见我犹豫不决，许可言夺过手机，不好用就扔，你纠结个什么劲？我勉强勾了勾唇角，摇了摇头。贺云川的第一通电话时间是在凌晨5点，距离他离开家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。这个时间点才回家，凭什么觉得我会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开门对他笑脸相迎？我任凭许可言扔掉了手机，暂时将贺云川从我的世界里清理出去。傍晚，我和许可言出门吃晚饭，刚落座，就和不远处林薇薇的视线撞在了一起。林薇薇倚靠在沙发上，皮笑肉不笑的冲我挑了挑眉。我忽视掉她的挑衅，收回视线和许可言仔细研究着菜单。可林薇薇显然并不想就此罢休，她走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手中的菜单按回了桌上。我没想到她的力气会这么大，将我的手也重重拍在了餐桌上，一阵钻心的疼。江潇，贺云川昨晚不是教过你待客之道了吗？这么快就忘了？你那短命的妈没有托梦教你？压抑了一晚上的怒火，到底还是憋不住了。我腾了一下站了起来，一耳光扇了过去，冷声警告，我妈只教过我，对不礼貌的人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贺云川算什么东西？林薇薇眼里全是怒意，咬牙切齿的看着我。她刚想发作，却像是看到了什么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林薇薇瞬间换了副嘴脸，来拉我的手。潇潇，我知道你还在因为昨晚的事生气，我好心来跟你道歉，你为什么又打我？能不能讲点道理？还没等林薇薇演完，我直接一巴掌呼在了她另一侧脸上。清脆的声响瞬间吸引了餐厅所有人的注意。我也不打算再给她脸面，道歉就要有道歉的态度，你刚才那样算是道歉吗？林薇薇没有再说话，反而得逞般冲我扬了扬下巴。我顺着她的视线转身看去，贺云川正扶着门把手站在餐厅门口，目光幽深。江潇，你说我算什么东西？我淡淡瞥了贺云川一眼，立马收回视线。字面意思，你不是东西。贺云川冷着脸走了过来，这一次他没有先去看林薇薇，而是低头看向我。昨晚为什么不在家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有回答，不紧不慢地坐回了位置上，拍了拍目瞪口呆的许可言，别看热闹了，快点菜。许可言回过神来，狠狠瞪了贺云川一眼。即便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清楚，他也从只言片语中了解了个大概。这个世界上，许可言和贺云川大概是最了解我的人。可现在，我唯一能信的只有许可言了。许可言转头朝贺云川啐了一口，呸，眼瞎的玩意儿。贺云川面子上过去，又不甘心的来拉扯我。江潇，我在问你话，你装什么傻？许可言快我一步，狠狠用筷子打开了贺云川的手。贺云川，你不反思一下自己，还来打扰我家潇潇做什么？你那女兄弟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那都是装的，你眼睛是真瞎了吗？贺云川再也没有了耐心，他粗暴的将我扯了起来，迫使我与他对视。我这才发现，他的眼底不知何时泛起了一圈红晕。江潇，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敏感多疑？你如今这个态度，让我怎么和你携手共度余生？这是贺云川最认真的一次，声音异常严肃。我不由得开始怀疑，莫非真的是我太过敏感了？或许昨晚林薇薇说的那句你发消息叫我过来，是她故意气我的。其实贺云川并不知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问清楚。我有些如鲠在喉，云川，
下一秒，我的视线下移，落到了贺云川的脖颈处。他从昨晚出门后就没回过家，也没有换衣服，可他那件白色衬衣的领口清晰可见一个鲜红的唇印。我的心跳毫无征兆地漏了一拍，卡在嗓子眼的话再也说不出口了。那个唇印深深刺痛了我的眼，让我下意识移开了视线。我的视线不偏不倚的和林薇薇交织在一起，她带着一抹胜利者的笑，挺直了腰。江潇，你就不要再和云川闹小脾气了，他昨晚可伤心了。我安慰了他好久，他的心情才逐渐好起来呢。林薇薇说出这些暧昧至极的话时，贺云川并没有反驳，他只是低着头，认真注视着我。这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小丑，被贺云川和林薇薇蒙在鼓里，耍得团团转。贺云川微微俯下身，想听我接下来的话。潇潇，你刚才想对我说什么？我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。我失望地挣开贺云川的手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直到退到许可言的身后，我才终于有了一丝安全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冷冷开口。贺云川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的婚约取消吧。我不想嫁给你了。贺云川的神色肉眼可见的慌张了起来，他伸手想来拉我，却被林薇薇拽住了胳膊。哎呀，云川，江潇就是个小姑娘，喜欢闹脾气，你让她静静，自然就好了。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现在去找她，不就是触霉头吗？林薇薇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挽着贺云川的胳膊就想往外走，可贺云川就像是尊石像般纹丝不动，只一遍遍重复，潇潇，你刚才说的可是真心话。我本以为贺云川在听到这句话时会喜不自胜，满口答应，因为我今天意外从他的好兄弟口中得知了一件往事。贺云川喜欢了林薇薇5年，和我订婚不过是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这件事是我和贺云川在一起3年，从未听闻的。我释怀般笑了笑，是真心话，我不想爱你了，你也别再喜欢我了。贺云川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开心，反而整个人都显得呆滞而迷茫。他用笑掩饰着内心的慌乱。潇潇，你又在说气话。林薇薇面色沉了下来，跨步想来找我理论。江潇，你真是神经病，我都舍不得让云川伤心，你凭什么这样对他？要甩也是云川甩了你。林薇薇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许可言直接一脚踹倒在地。如果换作平日，贺云川一定会手忙脚乱的将林薇薇护在身后，然后呵斥我不懂事。可此刻，贺云川只是呆愣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没有丝毫动作。林薇薇痛苦的躺在地上，蜷缩成一团。云川，你快来扶我啊，我身上可疼了。良久，贺云川才向他伸出了一只手，提醒了句，薇薇，我不会甩了江潇的，你不要在他面前乱说话。我注视着他们纠缠在一起的手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许可言拉着我离开餐厅时，贺云川扔下林薇薇追了出来，他语气里满是试探和纠结。潇潇，我怎么打不开家里的门了？我顿住脚步，却没有回头。不明显吗？我换锁了啊。贺云川，你应该已经看到我扔在院子里的行李了，又何必明知故问？我坐上车，透过车窗看向呆愣在原地的贺云川，他像是被抛弃的小孩，格外无助。几天后，我回了趟家取东西，家门口贺云川的行李已经不见了，不知道搬去了何处。我和贺云川取消婚约的消息，这几日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说是我犯了病，成天无理取闹。贺云川担心影响到下一代，才果断选择了取消婚约。最近有好几个我和贺云川的共同好友私信我，明里暗里责怪我不懂事，难怪连一向冷静理智的贺云川都受不了我了。不用猜都知道，这又是林薇薇搞的鬼。我没有回复，将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。他们和林薇薇10几年的交情，自然不会站在我这边。不过如今也不重要了，这些朋友我压根不在乎。我取完东西出门时，没有看到应该停在院子里的车，那辆奔驰是妈妈生前给我准备的嫁妆。我离公司很近，便暂时将车让给了贺云川。贺云川这一用就是2年，而那晚贺云川也是开着这辆车送林薇薇回家的。一想到这事，我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我拿起手机，果断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偷了我的车。和贺云川再一次见面，是在警察传唤他之后。他明显刚下手术台，眼底一片青灰。潇潇，你明知道我工作很忙，
非要找这种拙劣的借口来见我吗？在贺云川看来，我今天闹这一出，不过是为了见他一面。他一把将我扯进怀里，语气满是疲惫。别闹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们回家吧。我挣扎着想从他怀里逃出来。贺云川，你放开了，这里是警局。警察看出了我浑身写满的抗拒，厉声呵斥贺云川放手。贺云川无奈，只能暂时将我放开。我躲在警察身后，手指向贺云川，就是他偷了我的车，我如今也不是他的未婚妻了。贺云川的眼里瞬间燃起了熊熊的怒火。江潇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没有。这件事以贺云川气急败坏的交出车钥匙结束。走出警局时，贺云川大手扣住我的手腕。潇潇，可以送我去一趟云深酒店吗？我挑了挑眉，怎么？和现任开房还需要前未婚妻开车送你去？贺云川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贺云川无奈的捏了捏鼻梁。潇潇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今晚是陆舟的生日宴。贺云川的语气很柔和，带着几分示弱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参加吗？陆舟，就是前段日子告诉我真相的人。当时陆舟诧异的看着我，说了句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贺云川是喜欢你吧？你知不知道因为林薇薇出国的事，贺云川还抑郁了一段时间。我知道贺云川曾抑郁消沉过。刚和贺云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从他的药箱里翻到了那类药物。可那时候贺云川只说是工作压力太大，甚至在他情绪异常低落时，我还会抱着他一遍遍安慰。当时贺云川搂着我，问我会不会也要离开他。我坚定的摇头否认，云川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现在想来，当时贺云川想抱的恐怕是远在异国的林薇薇吧。从始至终，我都不过是贺云川无聊寂寞时的消遣，是他的白月光林薇薇的替代品。我挣开他的手，果断摇了摇头，不了，那是你的朋友，不是我的。我开着车绝尘而去。快到家时，才发现在刚才的拉扯中，把包落在了贺云川的那里。我将车掉头，直接开去了云深酒店。陆舟的生日宴很隆重，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个宴会厅。还没推门进去，就听到宴会厅里一阵嬉闹声。我把门推开了一条缝，就看到了贺云川的背影。川哥，你现在应该高兴才对，又可以和薇薇姐在一起了。你之前不是说了吗？江潇不过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离了你，他不会过得比现在好。听到这话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原来贺云川在朋友面前是这样编排我，嘲讽我的。陆舟拍了拍贺云川的肩膀，又出言安慰。川哥，拿捏江潇这种人，你最在行。现在怎么反而变得犹豫不决了？你应该让他跪下来跟你道歉才对啊。橘色的灯光下，贺云川放下酒杯，抬眼看向陆舟。周遭的空气瞬间冷了下来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是不是你多嘴，告诉潇潇的？陆舟噤了声，刚想溜走，就被贺云川揪住了衣领。他妈的，江潇是我的未婚妻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说她是孤儿，只有我可以拿捏她。你们还没有资格。说罢，贺云川重重的一拳挥在了陆舟的脸上。宴会厅顿时乱作了一团。我这才看到，坐在贺云川对面，脸色煞白的林薇薇。我推门走了进去，正好撞上贺云川将陆舟按在地上，不断挥拳的场景。他的身上满是酒气，脸色也异常的红，显然是喝多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向他伸出了一只手。贺云川挥拳的动作顿住，眼里闪过一抹讶异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突然笑了出来。潇潇，你原谅我了对不对？他松开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陆舟，伸手想来握住我的手。我嫌弃的缩回了手，淡淡开口，我的包还给我。贺云川狼狈的站起身，慌乱的整理着有些松散的白色衬衫，岔开了话题。潇潇，我们一起回家吧，以后我也不和这些人来往了。当时和陆舟联系的事，我没有告诉贺云川，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从哪里得知的这件事。我摇了摇头，包里有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，你必须还给我。贺云川视线在众人身上扫视了一圈，声线冰冷，潇潇的包呢？围观的人四下散开，只有林薇薇依旧坐在那里，不紧不慢地品着红酒。贺云川长腿一迈，朝他走了过去。他一把打掉林薇薇手中的酒杯，刚才是你接的包，放哪儿去了？林薇薇被贺云川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他蹙起眉头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云川，你这么凶干什么？贺云川的耐心已经耗尽，又压低了声音问了一遍。
我未婚妻的包在哪儿？听到未婚妻2个字，林薇薇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些。她视线落在我身上，悠悠开口，我不小心扔楼下垃圾桶了，去找吧。林薇薇的话刚说了一半，一声清脆的耳光声便响彻整个宴会厅。贺云川双眼猩红，情绪几乎崩溃。林薇薇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扔我未婚妻的东西？林薇薇不可置信的捂着脸。贺云川，你为了江潇打我？当初是谁跪着求我不要离开？是谁在我出国的那几年一遍遍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？我没有兴趣继续看这场深情被辜负的戏码。我转身离开，直奔楼下的垃圾桶。没几分钟，贺云川追了下来，他的脸上多了一个鲜红的手指印。他将俯身翻垃圾桶的我拽了起来，潇潇，我来找，这里不干净。我没有拒绝，况且这本就是贺云川应该做的。贺云川喝了酒，脚步有些虚浮，他跪在散落满地的垃圾里，认真翻找着我的包。贺云川作为医生，一直很注意外在形象，平日里穿的衣服都熨得平平整整，以前就连我让他提超市购物袋，他都觉得有损面子。可现在的他却狼狈地跪在垃圾桶边，徒手翻着垃圾。在翻到第4个垃圾桶时，终于找到了我的包。贺云川激动地举起包，像是在求夸奖，潇潇，我找到了。我面无表情地接过包，包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几条刀片划过的痕迹。我没有计较，将里面唯一重要的东西拿了出来，又将包递了回去。这个包是2周年纪念日你送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贺云川的笑还挂在脸上，嘴角微不可察地抽了抽。潇潇，你当真要和我断得这么干净吗？这些年我们之间的羁绊，又岂是1、2句话能切断的？我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贺云川，你又没有生我养我，能有多大的羁绊？贺云川被我的一句话噎住，他薄唇张了张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刚才他和陆周的话，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贺云川如今也没必要再多费口舌跟我解释了。我看了眼他肿起来的侧脸，如今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又何必为了我和他闹得那么不堪？贺云川，你就不能只爱一个人吗？贺云川的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慌乱，他大手钳住我的肩膀，语气颤抖，潇潇，我不爱林薇薇了。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，这些年来我爱的只有你。他垂下眼帘，一滴泪珠随之砸在了我的脸上。潇潇，没有你，我会死的。透过贺云川的眼睛，我仿佛看到了他当初苦苦哀求林薇薇不要出国时的狼狈和懦弱。可如今一切都错位了，我再也抑制不住，笑了出来。贺云川，你不会死的。当初你爱林薇薇爱得要死要活，不也没死下去吗？更何况是为了我这个替身。我推开贺云川，转头就看到了许可言匆匆赶来的身影。他叉腰喘着粗气，潇潇，我还以为你又被林薇薇那个死绿茶欺负了。许可言小跑过来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满是警惕地瞪着贺云川。贺云川，不瞒你说，我刚才又把林薇薇打了一顿，你还是快上楼去吧，省得见不到她最后一面。贺云川不耐烦地打断了许可言的话，林薇薇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许可言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，阴阳怪气道，贺云川，你还真是虚伪，和那个死绿茶联手，将潇潇伤得体无完肤，现在又来假装深情。我呸！许可言毫不客气的一口唾沫吐在了他脸上。贺云川没有反驳，只是淡定的擦了擦脸。潇潇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对你的爱。说罢，贺云川转身上了楼。我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可要具体说有什么不对，我又说不出来。谁料第2天，我就在朋友圈看到了一则消息，贺云川和林薇薇当晚酒驾出了车祸，林薇薇当场毙命，贺云川重伤，昏迷不醒。我这才恍然，贺云川昨晚说的实际行动就是杀了林薇薇。可我丝毫感觉不到贺云川的爱，只觉得后背发凉。若贺云川此刻爱的是林薇薇，那他向林薇薇证明爱的方式，会不会就是开车撞死我？我双手颤抖地扔掉手机，蜷缩在沙发里一动不动。得知消息后的许可言喜笑颜开地回了家，才发现我的异常。他将我搂在怀里，一遍遍安慰，潇潇，没事的。贺云川已经陷入重度昏迷，很大可能成为植物人。我双手抱膝，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，为林薇薇感到可悲，也为自己。我虽然恨林薇薇，但从来没想过要她的命。林薇薇也罪不至死。
和贺云川相处的3年，我也从未意识到他竟是如此偏执的魔鬼。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抬起头看向许可言。可言，我想离开这座城市。许可言果断裸辞，是要陪我一起浪迹天涯。我将唯一的房子挂在网上，没多久便以300多万的价格卖了出去，价格远远高出了我的预期。距离贺云川出车祸已经过去半个月了，他依旧没有醒过来。陆周来向我道歉时说贺云川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，我没有回答，也没有接受陆周的道歉。其实陆周对我的伤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，他只是站在了贺云川和林薇薇的立场，单纯看不惯我罢了。临走时，陆周欲言又止。江潇，其实川哥是真的爱你的，他喝醉时叫的是你的名字，不是林薇薇的。生日宴那天，他为了你打了林薇薇，下手是从未有过的重。我不耐烦地放下行李，抬眼看向他。陆周，用伤害就爱的方式来证明对新欢的爱，你觉得算深情吗？你作为贺云川最好的兄弟，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贺云川谁都爱，又谁都不爱。他的爱太虚无缥缈了，让人根本抓不住，也猜不透。陆周没再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，将一枚戒指放在了桌上。这是我和贺云川的订婚戒指，你可以去看看川哥吗？见我没说话，他又补了句，你不必感到害怕，他醒不来了。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惑，可能只有见到贺云川，这个疑团才能彻底消失。我在许可言的陪同下去了医院。贺云川伤得很重，右腿截肢，重度昏迷。我站在离病床很远的位置，没有说话。陆周拽着许可言出了病房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和贺云川，还有监测仪器的滴滴声。大家都说贺云川陷入重度昏迷了。我凑上前，细细打量着脸上毫无血色的贺云川，他消瘦了不少，棱角分明的脸上有几处划伤还未痊愈。我随手拉了张椅子，在床边坐下。贺云川，你这样做，我也不会爱你的。我如今对你只有恐惧、厌恶和憎恨。你能这样躺一辈子也挺好，至少感觉不到痛苦。话音落地，我站起身，故意走出了动静。就在这时，贺云川的睫毛微颤，变得湿润起来。他的呼吸有些不平稳，胸口轻微起伏着。不注意看的话，还真察觉不到。萦绕在我心头的疑团，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。我淡定地拿起手机，拨通了电话。我要举报，有人酒驾，故意杀人。贺云川猛地睁开眼，满脸写着不可置信。潇潇，你就真的这么恨我？我点了点头，是。贺云川醒了，那他该负的刑事责任也应该负起来了。我警惕地往后退了几步。我的房子是被你买下来的吧？房子以高价卖出去时，我脑海里就闪过一丝疑惑。当时来签约的人我看着很眼熟，却始终想不起来是谁。刚才在医院楼下，我意外见到了陆周的司机，我也是那一瞬间才反应过来，这一切都是贺云川和陆周做的局。贺云川红着眼，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我笑了笑，谢谢你了，让我多赚了80万。贺云川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摆了摆手打断。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养好精力，到时候和警察说去吧。走到医院楼下时，一阵警笛声由远及近。我和许可言相视一笑，什么都不必多说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